Hello，大家好。那我现在接下来呢，想要拍一系列的影片，大概7、8个，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极零点，然后透过这样的极零点的概念，怎么设计出一个 Housefly 的补偿器，可能是电压模式或电流模式，大概怎样的概念。那首先我们先提到极零点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因为我们很多控制理论都是从极零点出发的。所以我们今天的影片呢很简短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极点，什么叫零点。那从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典型的控制方块图。那从这个方块图可以看到，我们左边是我们的方块图的那个系统的输入，然后右边是我们输出，我们定义为输出为 y， 输入为 x。那我们这个系统的转移函数呢，我们称为叫 h of x， 就 那个 hs 听起来有点老舍所以呢，我们的 y 呢就会等于我的转移函数乘上我的输入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概念。那所以我们的转移函数呢，事实上输入跟输出是我们的一个是我们的一个输入来源，一个是我们要产生的东西一个输入。那中间的过程就是我们要探讨的问题，叫做系统转移函数。那所以说我们把这个数学式转移一下，看得到我们转移函数呢 h 其实就是等于 x 分之 y 输入分之输出。那从这样的一个数学式呢，就可以区分成2个东西了。首先第一个，让这个数学式转移函数变成0的根呢，我们称为叫零点。那我们从这个图来看要让这个系统变成0所以直觉的方法就是什么？我们的分子，我们的 y 呢列出来之后呢，只要是 y 产生0的根，那我们就称为叫做零点，就称为叫零点。就是我的分子式里面呢，解出来的根如果是0的频率。因为 S 是我们的频率这是一个频率的一个域。那零点呢，就是我们产生分子为0的一个频率，我们称为叫做零点。那反过来说，让系统发散，就是说这个系统转移函数呢变成无穷大，刚刚是变成0，我们现在把它变成一个无穷大的状况。那我们从数学式大家可以理解，在国小、国中都学过嘛，分母为什么不能等于0？因为分母等于0无解，当然不是无解，在高中大学就会教到，因为分母等于0的时候，任何数都变成无穷大。所以要让转移函数变成无穷大呢，就是我分母的根 x 的这一块呢，它解出来的根不能是0。那简单来说就是用分母去解出来的根的那个频率下，如果是0的，那我们就称为叫极点。所以大家要稍微的背一下分子的部分让分子函数为0的，我们称为叫零点；让分母函数为0的，同样为0的根，这个时候变成是极点，因为它是在数学式的分母部分。那透过这个简单概念呢，我们就可以开始理解了极点就是在分母的部分，那零点是在分子的部分。那在波德图的呈现上呢，极点它所呈现的位置是这样子的它在这个地方我们称为叫 Fp， 我们就把定义这个频率叫 Fp， 在这个频率下，它的增益就是-3 dB。 什么叫-3 dB？ 它会把系统拉低3个 dB， 从这个地方开始，然后跑到10倍频，10倍的 Fp 的10倍频的时候，它会降低20 dB， 20 dB， 这边会是负的20 dB， 因为它是以负20 dB 的斜率在下降，每10倍频下降20 dB。那往前呢，这个10倍那个往前10倍频就等于除以10倍嘛，它的 dB 是不变的。那我们来看一下相位，它的相位是这样的表现在这个频率下所呈现的相位呢，它是减45度，它会把系统的频率在这个系统频率下它会把它的相位呢往后推45度，就落后45度。然后如果在10倍频的部分，往前10倍频的部分跟往后10倍频都可以看到它就是在正负45度之间。所以当频率小于这个极点频率的时候呢，它的相位是不改变的。那随着这个地方开始往下掉45度，然后接着频率再往上跑，它继续掉45度所以前后就是0到90度。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零点。那我们可以看到零点其实也相当类似，我们在Fz 这个频率下呢，我们可以看到它会把系统的增益呢拉高3个 dB， 然后往前10倍频的地方呢增益是不改变的，然后往后10倍频的部分呢它是以20 dB 的斜率往上提升，到这个地方呢是20 dB， 也就是说它把系统往上拉20 dB 倍，
然后呢破那个极点呢是相反，是往下，所以这两个可以看得出来，基本上就是呈现一个反的状态，对不对？那你会思考一个问题啊，那所谓极零点在做什么？事实上，极零点就在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对我们的系统加一个极点呢，它可以让它的增益往下，然后那个什么相位落后。那如果需要的情况下，我就可以去加一个零点，那反过来把系统做一个增益的增加，然后也对一个相位做一个增加。那你可能会思考，在另外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啊，那如果我把这两个频率放在一起，会发生什么事？以这张图来看我们是把两个频率摆在一起，那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会发生什么事。我做了一个动画给大家理解频率从左边往右边跑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得到，因为它在 pole 跟 zero 呢，在前面这个低频段的部分它低频段的部分它是增益没有改变的，所以它一直维持一样。然后呢，过了这个频率点，一个叫 FG， 一个叫 FP， 过了这两个频率点的时候呢，一个往上，一个往下，所以是维持不变。所以呢，再从增益上来看，极点跟零点是完全可以互相抵消的。好，我们看一下频率的那个相位的部分，同样的大家都是从小于10倍点的地方开始往上递增45度，然后到90度，然后另外一个 pole 呢是往下递减45度到90度。那因为它两个的斜率是一样的，所以呢也可以看得到我们在整个频率的期段呢，它也是可以做到完全重叠。也就是说，这两个人呢是可以完全抵消的。然后这个在我们控制学里面呢，会用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叫做极零点对消。就极点跟零点的对消法，事实上就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概念，来对我们系统做所谓的整形，好像在美化一个人的长相一样。这个地方我要高一点，我就加个零点；这个地方不对，我要低一点，我加个极点。透过这样的极零点对消，就可以让我们系统呢完美呈现出我们所需要的一个状态。好，那么今天的这个小小影片就是跟大家分享什么叫极点零点。那接下来我们我会给一些有趣的影片呢来介绍一下什么叫频宽，什么叫相位余域，什么叫增益余域，为什么要这样的东西？那是越大越好吗？还是越小会发生什么事，或越大会发生什么事？然后透过这样的概念，我们怎么完成一个控制回路的计算呢？就是我们我接下来会拍一些一系列的影片当然也是介绍性质，跟大家认识一下的一些东西深度的计算呢，因为这个通常时间太长了，那我会看的人大概不多，那我自己概念为主。OK， 那谢谢大家观赏，谢谢。